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有2个任务。第一呢，就是之前给大家分享的 SD 3.5 的模型有几个参数设置的有些问题，导致它生图的时间有些过长。其实这个模型只需要8步就能够产生出比较高质量的图像。我修改了一下代码，等一下我会演示新的代码如何使用。然后这个代码会分享给大家，你不需要写任何代码，只要点击几个按钮就能够使用了。而且你还可以免费的使用Kaggle的显卡，16G 的显卡都是免费的。这个代码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。第2个任务就是我想集中的回复一下大家关于使用 Comfy UI 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。大家给我的留言基本上我都回复了，但是有些问题出现的频率比较高，比如说如何安装别的插件，如何安装别的模型，如何删除模型等等，我都会集中的回复一下大家。好了，让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我们要打开视频下面的这个代码的链接，打开之后就会看到这样的这个界面，这就是 Kaggle。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2个账号，第一个就是 Kaggle 的账号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注册一个新的账号。第2个我们需要一个 CVTide 的账号，我们会从这个网站上下载模型，如果没有的话也注册一个。现在回到这个代码页面，首先把这个代码拷贝到你的账号下，拷贝之后它就是你的了。点击这3个点，然后点击第1个按钮 Copy and Edit， 这样它就会把这个代码拷贝到你的账号下面。下一次使用直接从你的账号找到这个文件就行了。首先快速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 GPU， 在这个框里可以看到我已经默认选择了 T4 的 GPU， 英伟达的这个显卡 T4 显卡 16G。 第一步启动这个服务器，我们点击这个开关，点击之后它就会启动，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已经在运行了。这个时间大概是15到30秒之间吧，它就能启动。可以看一下，好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点，说明它已经启动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代码总共分3步，第一步是启动这个系统，然后下载一些基础的代码。第2步是下载模型，我们从 CVTide 下载这个 SD 3.5 模型 13.5G。 第3步是启动 Comfy UI 的网页。还有一个地方要配置，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CVTide token 就是一个很长的字符串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我鼠标在的地方，我们先来到 CVTide 的这个页面上，然后在右上角有你的头像，点击你的头像，然后再点击下方的这个齿轮设置按钮，把它打开一个新的网页，然后来到最下方找到 API Keys， 这个就是 token 也就是密钥，点击这个按钮就来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是要写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无所谓，你随便写就行了。然后比如你打一堆乱码也无所谓，打这个名字，然后点击保存，它就会出现一个你的密钥字符串，把这个字符串保存一下，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不要丢失，等一下我们要用。这里我就不保存了，因为我已经创建过了。好的，现在回到这个代码的地方，第一步就是把你刚刚保存的 CVTide 的密钥拷贝在这个位置。现在这里是我的账号的密钥，把你的账号的密钥拷贝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其他的都不用管了。然后我们来运行这个代码，你可以看到当我把鼠标点到不同的代码框，它就有不同的状态，对吧？我们把鼠标点到这个代码框的任何位置，它就有一条黑色的线，还有一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。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运行它，然后它有这样的输出，就显示你的这个 token 已经开始使用了，这就说明这个代码框已经运行了。下一步把鼠标放到这个代码框里，可以看到此时黑色的这个线条在这个代码框的左侧，然后这里出现一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我们点击运行它。这里呢是下载一些必要的模型必要的代码，还有一些我已经提前设置好的插件，这里它就开始运行了。
可以看到运行的时候，这里的状态是在转圈圈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CPU 的状态基本上是拉满的，它正在运行。等这部分代码运行完之后，这个状态又会变成三角形的运行符号。这部分运行的时间取决于你的网络，大概是感觉是2到5分钟吧。最后的输出就显示这一步已经运行完了。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使用状况，总共 19.5G 的空间，我们用了大概200兆。第二步，下载模型。我们今天下载的模型是 SD 3.5， 就是这个模型。然后上一次其实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模型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参数设置的有些问题，我又更新了一下代码。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工作流来演示一下，大家就知道是哪一块了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提示词，我放了几组提示词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参考使用一下。这个文件是 13.5G， 我们把这块不用管它，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代码框里，可以看到，把它放到这个代码框里，然后这里有一条黑色的线，对吧？此时我想运行它，但是这里并没有出现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而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括号。这个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运行方式，就是这个上面有一个三角形运行符号，看到没？它下面显示 run current cell， 这里也可以运行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把鼠标点在这里，出现黑色的线，说明我们已经选中它，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它呢就在运行了。我们现在就在下载这个模型，正在下载这个文件，然后这里的状态它是一个星星，星星也是代表它在运行，而且你从下面能够看到实时的进度，也说明它正在下载。这个模型已经下载完了，可以看到下面的状态是100%，模型的大小是 13.55G，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空间已经使用了 13.8G。 然后现在我回答一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下载别的模型，对吧？你想使用的模型，我们举个例子吧。首先我们把这几行代码拷贝一下，用 Ctrl+C 拷贝一下，然后在这些空的代码框这个地方把它复制过来，复制到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要填空，填3个空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模型的下载链接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模型保存在哪一个文件夹里面，第三个是这个模型的名字。首先我把它的链接清空，然后呢把它的名字也清空，也清空，对。然后随便举个例子吧，我这里随便找了一个模型，可以看到这是 SD 1.5 的模型，比较小。在这里不是有一个下载的链接按钮吗？在这里也有，是吧？我们点右键，然后点击这个 Copy Link Address， 点击它就把它的这个链接拷贝了，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框，然后在第一个下载的这个链接地方把它这个链接拷贝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模型需要保存在哪个文件夹里面，你需要了解这个模型它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我知道它是一个 checkpoint， 所以呢它需要放到 checkpoint 这个文件夹，这里就不用改了。第三个就是它的名字，我可以随便给它起个名字，就是 ABC， 然后它的名字要有一个后缀，后缀名要和上面的一样，就是这个 Safetensors。 我把它拷贝一下，然后呢把它拷贝在这里，所以就是 ABC 点 Safetensors。 这样的话这3步都设置完了，我就可以下载这个模型了。我把鼠标继续点在这个代码框里，黑色的线在这里，对吧？然后点击上面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我就来下载这个新的模型了。好，现在这个新的模型已经下载完了，它的大小是 1.83G， 然后我们的空间继续上升。然后其实刚刚也是回复了一个网友的问题，就是这个
那个运行符号没有变成三角形，对吧？我刚刚已经演示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。然后我再演示另外一个问题，看一下，这是另外一个网友问到的，就是说下载模型的时候会提示这个用户名，还有或者说密码验证错误，就不让你下载模型。我可以现在快速的复现一下这个错误，这个就和上面的设置的 token 相关的。现在我用的是我的 token， 这个是对的，是吧？比如说我随便给它在 token 上面加一些乱码，我知道现在这个 token 是错误的，对吧？我运行一下，那我知道我现在运行的这个使用的 token 是错误的。那我来到下面，如果用错误的 token 再去尝试下载这个模型，对吧？我给它随便起一个名字，比如说加上1，我下载这个模型，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把鼠标放在这个框里，然后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有错误了，就说用户名和密码没有被授权。所以这里就是说明为什么你要有一个正确的 token 才能在 Civitide 的网站上下载模型。就很多时候你都需要这个 token， 有些时候可能不需要，就是说那是因为那个模型的作者没有要求你使用 token，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需要的。好的，我们第2步已经做完了，下面就是最后一步了，启动网页。就很简单，我们来到下面，把鼠标放在这个框里，可以看到黑色的线在这里，放到框里任意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点击这个三角形的运行符号，点击它，这呢就会在运行，加载我们的插件。稍微等待一下，大概30秒到1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的，可以看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界面哈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其实就是我提前给大家安装的一些插件，经常使用的插件。等一下我会演示怎么安装新的，就现在这些插件是已经安装好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包括这个 Manager， 还有这个翻译，还有 GGUF， 现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打开网页。网页就是这个链接，这个笑脸所在的地方，我们点击它，然后再点击这个，正在加载。第一次加载稍微需要一点时间，那也就30秒的样子。让我快速的切到这边，可以看到这里是一直在运行的状态，现在是星星的状态，这里其实是一直在运行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停的。然后让我切到这边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ComfyUI， 可以用你鼠标的滚轮控制这个界面的大小。首先我们要快速设置一下语言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界面上的设置。我们点击这个下面左下角这个设置按钮，点击它就来到这里，然后首先更改一下这个地方 menu， 也就是菜单，把这个按钮打开，因为我想让它在这里显示出 GPU 的实时的用量，在这个地方把它打开，然后在这里再点击一次 Top， 再点击它，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显示出来 GPU 的用量。然后我们再切换一下语言，点击这个 AGL， 然后在这个地方打开这个菜单，然后选择你想要使用的语言，选择它，这里它会重新加载，自动加载，然后这里就是中文了，而且上面有 GPU 的温度以及它的使用的状况。现在我来演示一下这个 SD 3.5 的模型如何使用。首先我们把现在这个工作流给它清空，我不需要它，点击 Edit， 然后点击 Clear Workflow。对，还有一个设置刚才忘记说了，就是点击这个管理器这个地方，然后在这个预览方法这个地方，它默认的是没有预览的。我们点击倒数第2个 Latent to RGB， 点击它，然后我们就能实时的看到中间的生成的结果。
然后点击下面的关闭，那就关闭了。现在让我找到工作流，这些工作流也会分享给大家，有些是这种图片格式的工作流，有些是这种 JSON 格式的，其实它们是等效的。比如说我把这个工作流拖拽到这个工作区，它就生成了这个工作流，对吧？然后快速的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加载模型，如果我点击它，就会出现我们刚刚下载的模型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试验了这4个，其中第一个 ABC 和最后一个是真的模型，我们完全下载完了。中间这2个是我瞎写的，因为那个字符串有问题，这是假的，即使你用它，它也不能工作。我们选这个 SD 3.5 的这个模型，然后这里是写提示词的地方，这里是图片的大小1280乘640，这里是设置采样器的地方，这里就是我说的之前有问题，之前我们默认的是20步，还是这里 CFG 设置的也太高了。其实如果你看它官方描述的，他说这个模型8步就能够生成了，因为它做了一些调试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把它设置成8步，然后 CFG 设置成1到4之间，我设置2.5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提示词呢，我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代码里面，选中这个第一个提示词，拷贝一下，在这个地方把之前的这个清空，然后粘贴在这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我们点击下面的 Q 就能够生图。然后第一次加载会稍微慢一些，因为第一次它要把这个模型加载到这个内存里面。然后我们快速的看几张图吧，看看这个模型到底怎么样。我现在其实大概测试了一下，当你第一次会比较慢，从第2次开始，大约28秒就能生出一张比较质量比较不错的图像。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了。我们来多演示几次，行吧？然后用一下这边的提示词，看看这个结果。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。